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哈沟中文频道，我是 Sam 群胜。我们的节目会在每个星期一播出，记得准时收看哦。今天想跟你聊聊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你听过开眼界这3个字吗？有人说没出国就是没见过世面，但真的是这样吗？有时候啊，不用走太远，只要换个角度，也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先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Andrew， 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rew。Andrew 你好，你可以做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吗 ？OK， 好，那就我是 Andrew， 然后今年大概是31岁，然后来越南的时间差不多是3年，然后现在在银行业工作，这样。你觉得越南怎么样？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因为我本身是台北人，然后所以我第一次来到胡志明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生活上的差异。那有一切不管是人文天气，其实都跟台湾很相似。所以基本上来这边没有什么适应期的问题。然后这边的人也都非常的友善，这样。所以你觉得你来越南工作，对你来说算是开眼界吗？我觉得是就是可能在你没有去过某一个国家或是某一个地方好了，你可能都会有一个你自己所谓的既定的印象，或者我们所谓的刻板印象。但是真的只有当你走过，然后去体验过以后，你才会有新的感受。那我觉得从就是你原本的既有感受，然后创造一个新的感受，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开眼界的一种方式。你还没有来越南之前，你对越南是有什么样子的印象？应该说就是你没有太多的讯息，你可能就说它是一个共产国家，它是一个东南亚的国家，可能国家很狭长。那你说经济很发达，但是你也不知道到底多发达、多蓬勃发展。那甚至可能在来之前，第一个印象是胡志明是不是其实是越南的首都？然后真的去做了功课，发现好像不是，其实河内才是这样。所以就是还是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在来之前跟来之后。很多人认为说出国才能学到更多的东西，你同意这样子的说法吗？不完全。那我只能说，我觉得出国是其中一种方式，但不代表说没有出国你就不能有所谓的开眼界的一种可能能力或是经验或思考上面的一个提升。所以端看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对不对？住在越南3年了，你有没有应该是说有什么经历是让你特别难忘的吗？难忘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情。但如果你真的要我说的话，就是我其实来这边3年，其实第1年大家都在适应我的工作，然后一直也都没有什么机会好好的去看越南的其他的城市，或是比较深度的旅游。那刚好在今年，我真的是觉得说，不要再等了。就是我有时候以前会觉得说，是不是等朋友来啊，或是我认识一些新朋友，然后大家一起出去玩。那今年我就真的觉得，好，不行，再等下去，我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然后我就决定自己一个人去头顿玩。哇！我自己订了车票，而且我先只订了单程。然后去那边就租了一台摩托车，就到处走，然后就是只有自己，然后到处去玩。然后我就觉得，这种方式其实蛮不错的。那这也是我一直以来，不管说是不是在越南就是我的整个人生当中，我一直很想要尝试去独旅。那也就是一个契机，让我在越南发生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算是人生的一个里程碑，或是一个项目的达成。然后我发现我也蛮享受这件事情的，所以可能就是创造我以后。如果想要做什么，我真的不一定需要等那么长的时间，或者要做那么多的准备，我才要去做。我也非常喜欢独旅，像我之前也一个人去沙坝，然后去河内、去大乐，真的很不错。而且我必须要说，越南是一个非常适合独旅的国家。我觉得是，因为越南人很友善，非常对，所以我也要鼓励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试着自己去独旅，旅行不见得是一定要跟你的朋友或是跟家人一起去，有时候自己去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对。那如果
你能想象，如果你没有机会出国，就是你现在还在台湾，对，你觉得你自己是可以学到东西的吗？我觉得是因为其实开眼界的东西，我觉得它有很多的层面。那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最基础的一个层面就是，当你触碰到你原本不会或是你原本不知道的领域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迈向另外一个新的世界。那也就打开了你可能脑袋中原本没有被开发的一环，或是你没有认知的一环。所以我觉得这东西不光是讲说就是出国还是怎么样。当你有勇气去踏入另外一个未知的领域的时候，其实就是所谓的开眼界。所以即使我没有出国，我在台湾，我可能也还是会持续的寻找我想要去开拓什么样不一样未知的事情。我讲得很好，就是突破自己的舒适圈，没错，对，去接触一些新事物，这样子也算是开眼界的一种。那其实也有人出国，可是没有学到什么，那这个也不叫开眼界。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要端看你自己怎么去选择、去适应、去学习。对，之所以能够开眼界的关键是要多走多看，还是从观察身边的事情开始学起？你觉得它的初步阶段应该是什么样子？如果你要说最微小、最等于说最小的可行性就可以达到开眼界这件事情，其实第一个当然就是你观察周遭，不管是你的朋友、家人都好，他们可能每个人擅长的领域，其实跟你是不一样的。那不管是兴趣也好，或者工作事业上也好，其实你尝试着去跟不同的人交流，你其实就可以在可能一小段的对谈中，那去获得一些新的东西，也就打开你新的视野。举例来说，比如说你这次邀请我来这边做一个 podcast 的东西，这也是我以前没有体验过的东西。那之所以会来，然后又是这个主题，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一个非常 match 的事情。我来到这边看到了这样的摄影棚，看到所有的机器，那这些对我来说是新的事物，然后包含现在我现在跟你这边跟你聊天讲话，有人在旁边 roll 这个机器，也都是不一样的体验。那我也才知道，原来摄影棚是长这样。那这样子的产业，或者你要做一个频道，可能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那对我来说，就是开启了另外一个未知的东西了。对，讲的太好了。对，的确是这样子，就是去接触新事物，去学习新东西。你觉得你之后会回到台湾吗？其实真的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就是不管是我在这边的朋友，或是我在台湾的朋友，甚至是我的家人。但我很坦诚的说，我现在没有一个答案，就是没有一个动力驱使我一定要回到台湾。但也还没有一个动力驱使我要一直待在原来。所以对我来说，我其实还是未知，那就是一直在同时的探索，然后思考。然后因为毕竟就是人生会发生很多事情，你也不知道接下来的什么时间点会发生一个什么事情，改变你的想法，或是你对人生的看法。对，计划赶不上变化，没有错。OK， 所以就顺应当下，对不对 ？OK， 好，那很多人觉得说他一定要出国，你会建议他们要先探索自己住的地方，还是先出国呢？我觉得这两者其实并不冲突。那其实都还是回到你自己本身，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你要出国，你当初的想要出国的目的是什么？那就可以去，你有一个目标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思考这件事情在台湾有没有办法就可以达成到。而且甚至会不会是花的更小的所谓的成本，或者是所谓的精力，你其实就可以达成到了。那当你有一个这样子的蓝图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快的知道说，出国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到底是不是必要的？有些东西，比如说你可能说你要学习新的文化、新的生活方式，你可能真的得出国生活一段时间，自己在国外待一段时间才有办法。但有些事情可能你只是想要在某个领域上面做一个突破或是探索，你其实也有办法在台湾找到有这样子的知识能力的背景的人，你也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都还是回到你的目的跟动机到底是什么。没错，所以在初步
探索自己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那有没有小 paper 要教大家？小 paper 其实探索自己非常难这个阶段其实很难。我倒觉得出国就出国了，然后你开始适应其他国家的生活语言，我觉得对我来说还好，但是在一开始的那个阶段，你要探索自己的那个阶段是很困难的。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时间慢慢累积的一个过程。那当然，我们讲的探索自己，其实不外乎就是说，你到底多了解你自己。那我曾经上过一个类似课程，或者就是公司举办的，它的那种概念有点像是说，好，你今天先列100项你在意的东西，好，然后现在我就要你把这100项排序，所以你可能比如说第51名到100名，你可以很快的排完，然后可能20到50名又是另外一件事，你会开始有点挣扎，到最后前10名的时候，你会非常非常的不知所措，说我到底比如说我要把工作摆在第一顺位，还是把金钱摆在第一顺位，还是家人摆在第一顺位，你就会是陷入到一个比较很深的思考。那你透过这样一直反复的思考跟练习，你就会知道到底什么东西对于你的人生是最重要的，那你就可以依照这个东西去做很多很多的决策。所以当你够了解自己的时候，其实你在做很多的决定的时候，其实都会变得相对来说非常的容易。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又很直观的练习方式，去了解自己。那当然就是剩下的就是比如说透过跟朋友的聊天，我时不时也会问我可能新认识的朋友，问他说你觉得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我会去看他们给我的反馈跟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认为是不是一致的？那哪里有没有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探索自己有非常非常多的方式，甚至你说谈恋爱交女朋友，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去透过别人的眼光，然后去认识你自己。OK， 对，所以有没有听到就是这样子？所以非常好，谢谢你帮我下了一个非常好的结论，就是列出清单，然后呢，可以透过别人来认识自己。我想很多方式啦，可是这个阶段，我想是最难的，也是最难开始的。所以我其实很鼓励大家，应该要从探索自己这个阶段慢慢做起。那我想开眼界不是看过多少国家，而是你能不能从生活中发现新的想法。我希望透过今天我和 Andrew 之间的对话的聊天，能让你心里开一扇小窗。别忘了，我们下次还要一起聊更多关于生活的小故事。我是 Sam， 感谢 Andrew 今天来上我们的大哈沟中文频道，我们下次再见，拜拜。